什么临摹古人的字帖，写出来的字总是感觉僵硬，没有生命力？宋代书法上艺精神的代表人物米芾，以及他的此帖看似不长，却蕴含着无数学术秘诀的学书帖，被称为米颠的书法奇才米芾。我们将从其书法作品的不同角度，逐字逐句地解析学书帖，探寻米芾是如何看待学书的贵弄汉，德比如何追求震训天真，又如何避免成为书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将从中提炼出对我们当代人学书依然有益的宝贵经验。学书不仅仅是技巧，更是一种心法。第一章，从击鼓到初心的涅槃之路。米元璋自述学书轨迹，恰似一部书史缩影。7岁习研鲁公雄浑，10载追柳承玄筋骨，而立之年最新楚河南绰约。然其高明处，在于失古而不逆古。观此帖皆得自然4字，那话收风时极色相生，恰如其海月名言所云：无刻意做作乃佳，此乃脱胎楚书阴符经而清出于蓝。此经世之语，非狂言也。弥老深谙似我者死之理，其刷字真谛，实为万底提按实转的量子跃迁，侧锋取险而不失中正，急行中有色进砥砺，此等矛盾统一，正是宋人上艺美学的终极体现。米芾处于北宋晚期，正是文人书法蓬勃发展的时代。他继承了晋唐的传统，特别是对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推崇备至，但他绝非简单的模仿。他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，融入了自己的性情和对书法的独特理解，最终形成了灵动、变化多端、富有韵律感的谜体行书。他的字如风强阵马，万里无云，笔势飞动，姿态横生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第二章，学书帖笔墨密码的3重解读。我们要深入探讨的学书帖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却是米芾对自己学书心得的总结，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学书指南。欲参此帖玄机，当从以下技法入手。一敬曰：古法用笔，古今皮肉之则风神俱全。此8字乃米芾笔法总纲。细察今字右略，先以万毫奇丽压入，旋即万旋3分提笔出锋，墨色有黑骤转飞白，恰似太极拳，续进如张弓，发进如放箭。弄汉是基础，是状态；得笔则是技巧和功力的体现。得笔是什么呢？米芾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，为古今皮肉之则风神皆全，犹如一家是也。一个好的字，就像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精神、有气质的翩翩君子。古今是字的结构和笔画的力量感，是字的骨架；皮肉是笔画的丰满程度，是字的血肉之泽；是墨色的润泽和变化，是字的肌肤光泽。风神则是字的气韵和精神，是字的内在气质。一个字如果能同时具备这4个方面，那就是得笔，它就活起来，有了生命力。二敬曰：视显结合。出关结构似微言将倾，实则以长横为秤杆，竖钩作支点，于不平衡中求大平衡。此法源自书谱，记之平正，勿追显绝。然米老更进一步，化显绝为呼吸般自然。又书非以史毫，史毫行墨而已，其浑然天成，如纯丝是也。这里米芾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：书非以史毫，史毫行墨而已。写字不是为了刻意去控制笔毫的每一个动作，而是让笔毫自然地带动墨汁流动。最高境界是浑然天成，如纯丝是也。纯丝纯菜的精在水中是自然舒展，不加造作的。好的书法也应该是这样，
笔画自然流畅，没有复杂痕迹，旁幅天然生成。三境曰，气韵生动，通篇章法如大江奔涌，初学段字俱紧凑似激流过峡，乃悟后笔势舒展，如平川浩荡。此非刻意经营，实乃新手双唱时的真气流淌，暗合谢赫六法最高境界。学书贵弄汉，未把笔轻，自然手心虚，振训天真，出于意外。米芾开篇就提出了弄汉这个概念。弄汉是什么意思？他自己解释，未把笔轻，就是说写字的时候手要放松，不能僵硬，把笔轻了，自然就能达到手心虚。这个手心虚是个非常关键的状态，手心一虚，笔就能在手中灵活的转动跳跃，不受拘束。手心虚之后，就能达到振训天真，出于意外的境界。振训是笔势的快速灵动，天真是自然流露的本性，不加雕饰。出于意外是指笔画的变化，字的姿态常常在不经意间产生奇妙的效果。这就是米芾追求的书法的最高境界，一种自由、生动、充满生命力的状态，而不是简单的把字写下。第三章，古典笔法的现代性启示。所以古人书各个不同，若一一相似，则书奴也。紧接着米芾就点出了学书的一个大忌，书奴。为什么古人的字帖风格各不相同？因为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天真，追求独特的个性。如果你学一家就像一家，学谁都只是模仿皮毛，写出来的字千篇一律，没有自己的风格，那你就成了书法的奴隶，失去了创造力。做一个书奴的可悲之处，在于你失去了自我，你的笔下只有古人的影子，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。米芾正是通过不断学习和变化，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天真。所以学书的真正目标是在广泛学习古人的基础上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风格，让你的字活起来，有你自己的灵魂。又笔笔不同，三字三画异，故作异。重轻不同，出于天真，自然异。米芾进一步阐述得笔的表现。他说，笔笔不同，三字三画异。即使是同一个字，在不同的地方写，笔画也会有微妙的变化，甚至是同一个字里面的三个相同的笔画，也应该有所区别。这种异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故作异，是刻意追求变化；另一种是出于天真自然意，是达到弄汉得笔境界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变化。米芾更推崇后者，那是一种不经意的精彩。又得笔，则虽细为缁发一圆，不得笔，虽粗如船一篇。米芾再次强调得笔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如果真正得笔了，即使写像胡须发丝一样细的笔画，也能写得圆润饱满。如果没有得笔，即使写像房梁一样粗的笔画，也会显得扁平，缺乏力量。这说明得笔不在于笔画的粗细，而在于笔画的质量和力量。此虽心得亦可学，入学之理在先。写必作字，必选手，封底壁，久之，必自得去也。米芾认为，得笔这种境界虽然是心得，是需要悟性的，但也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学习的。而学习的方法，入学之理在先，首先要掌握正确的方法。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法，写必作字，必选手，封底壁，就是对着墙壁写字，手腕一定要悬空，笔尖抵着墙壁。这样练习时间久了，自然就能体会到悬腕的感觉，找到发力的巧劲，从而自得去也，领悟到其中的奥妙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练习悬腕和体会比例的古老方法。余初学言7、8岁也，自制大一幅，写简不成，见柳而目紧结，乃学柳金刚经9支，支出于瓯，乃学瓯。
久之，如印版排算，乃木楚而学最久。右目断际，转折肥美，八面皆全。久之，决断全一展兰亭，遂并看法帖，入尽味平淡。气中方而诗诗一关，犹宽悲是也。转变爱嘴楚，识古文。右物竹简，以竹玉行期，而鼎名妙古老焉。其书必以沈传诗为主，小字大不取也。米芾这一段自述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？就是学书一定要广泛涉猎，勇于探索，不断变化。他学了那么多名家，但最终没有被任何一家所束缚，而是从中汲取营养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这也印证了他前面说的不要做书奴。同时，他对古文字、对书写工具和材料的观察，也说明学书要深入到书法的本源，不仅仅是临摹自行。通过对学书帖的深入解析，我们看到了米芾对学书的真知灼见。他告诉我们，学书不仅仅是练字，更是一种修炼。要学会弄汗，让笔在手中活起来；要追求得笔，让字有骨有肉有神；要勇于创新，不要成为书奴；要广泛学习，博采众长，最终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。米芾的学书帖就像一把钥匙，此帖精神血脉早已超越书法范畴。观八大山人之冷意，白石老人之执着，皆可见米氏美学的当代回响。真正的传统永远在颠覆中新生。今人习此帖，当超越形模，直指本心。米老选手砥砺之训，实为破除指万僵直的禅机。万活则笔活，笔活则韵生。我们可是以诚心堂纸仿书天真二字，体会运笔时重若崩云，轻如禅意的辩证法。笔墨之道，在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灭。愿诸君执笔时，常怀米南宫不见古人之胆魄。若此片能启发一丝墨韵禅思，请不吝赐教于评论区。您今日临帖心得，或许便是明日书史的极光片语。此频道愿作渡河之筏，与诸位共探千年笔髓。请立刻点击订阅按钮，不会错过我之后更多关于书法教学、名家赏析的精彩内容。也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书法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下影片见。